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是关于台湾男生阿杰和大陆姑娘小文的爱情故事。两岸的婚恋一直都是个敏感又复杂的话题，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价值观念，往往会让相爱的人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而在这个故事中，最大的阻碍竟然来自阿杰的母亲，一位典型的台湾传统妈妈。阿杰是台北一家知名科技公司的工程师，30岁，家境殷实，父母都是退休的大学老师，从小接受精英教育，留学美国名校，回台后找到了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在台北，阿杰这样的条件绝对是婚恋市场的香饽饽，但阿杰对于感情却一直很挑剔。妈妈给他介绍过不少台湾姑娘，有医生、律师、会计师，各行各业的精英女性，但阿杰总是没有感觉，约会几次就不了了之。哎呦，你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人家林医生的女儿条件多好，全台北找不出第二个，你竟然说没感觉，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阿杰的妈妈林太太经常这样抱怨，阿杰只是笑笑，缘分这种事情强求不来的啦。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去年夏天，阿杰的公司与上海一家企业合作开发项目，他作为技术负责人被派到上海出差3个月。就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同一个项目组的上海姑娘小文。小文是上海某985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高材生，在这家企业担任产品经理，工作能力极强。最初，阿杰对这个大陆姑娘的印象并不深刻。在他的认知中，大陆女生不是势利就是物质，要么就是太传统保守。但合作过程中，小文的专业素养、开朗大方的性格以及处理问题的智慧，逐渐打破了阿杰的刻板印象。吃过饭了吗？我知道附近有家本帮菜做得不错，要不要一起去尝尝？有一次加班到很晚，小文主动邀请阿杰，好啊，正好饿了。阿杰欣然接受。就这样，两人开始了第一次工作以外的接触。吃饭时，小文健谈又不失礼貌，对上海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还能就两岸文化差异侃侃而谈。阿杰发现，小文不仅聪明，还很有见识。你对台湾了解很多吗？阿杰惊讶地说，那当然啦，我超爱台湾电影和音乐的，侯孝贤、杨德昌、周杰伦、五月天都是我的最爱。小文笑着回答，眼睛闪闪发亮。阿杰发现，小文对台湾的熟悉程度远超他的想象。更让他惊讶的是，小文并不是他想象中那种只会攀比物质的人，他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对工作充满热情，还会做一手好菜。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女孩子不能靠别人，要独立自强。小文曾这样告诉阿杰，所以我一直努力学习工作，想靠自己的能力过上想要的生活。3个月的相处，两人从同事变成了朋友，又从朋友发展为恋人。阿杰被小文身上那种独立、坚强又不失温柔的气质深深吸引，而小文也爱上了阿杰的细心体贴和尊重平等的态度。出差结束，阿杰回到台北，但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因为距离而减弱。他们每天视频聊天，假期就飞去对方的城市小聚。交往1年多后，阿杰决定向小文求婚，并带她回台湾见父母。爸妈，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小文，我的女朋友，我们打算明年结婚。阿杰带着小文来到位于台北郊区的父母家中，林太太上下打量着小文，表情明显不太友善。虽然小文穿着得体，妆容淡雅，举止也很得体，但林太太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屑和审视。你是哪里人啊？林太太开口就是一个直接的问题。我是上海人。小文礼貌地回答。叔叔阿姨好，打扰你们了。上海呀，林太太拖长了声音，那就是大陆来的喽。阿杰的父亲林先生倒是表现得比较友善，主动缓和气氛。来，先坐下喝茶聊天。小文是做什么工作的啊？小文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和教育背景。尽管他说话谦虚有礼，但林太太脸上的表情始终没有缓和。读的是什么学校啊？林太太又问。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小文回答。哦，大陆的学校啊。林太太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轻视。跟我们台大比起来怎么样啊？妈，阿杰皱眉制止。小文的学校是大陆最顶尖的大学之一，世界排名也很靠前。我不懂那些啦。林太太摆摆手，我只知道
我们台湾的教育是最好的。你看阿杰从台大到美国念书，回来工作多好。你们大陆那边的教育，听说都是填鸭式的，没有创造力。妈，你这样太失礼了。阿杰忍不住打断母亲。小文轻轻拉了拉阿杰的衣角，示意他不要生气。阿姨，其实两边的教育各有特色，我认为相互学习比较重要，不是吗？林太太听了这话，没有接茬，而是换了个话题。小文啊，你家里是做什么的？我父亲是大学老师，母亲是医院的护士长。小文回答。哦，林太太点点头，随即又问，家里有房子吗？在上海什么区域？阿杰的脸色更加难看。妈，你问这些做什么？问问怎么了？难道不应该了解清楚吗？林太太态度强硬，你们要结婚，家庭背景当然要了解啊。我听说你们大陆女孩子都很会算计，专门找台湾男生结婚，图的就是台湾的生活条件好。妈，阿杰几乎是吼出来的，你这样太过分了。小文的脸色有些苍白，但她保持着礼貌的微笑。阿姨，我理解您作为母亲的担忧，不过我爱阿杰，是因为他这个人，不是因为他的国籍或者家庭背景。我有自己的工作和收入，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生活。哼，说得好听。林太太冷笑一声，我看你就是看中我儿子条件好。你知道我儿子在台北有多抢手吗？多少台湾女孩子想嫁给他，你一个大陆来的，凭什么觉得自己配得上我儿子？林太太，您这样说话太伤人了。小文的声音有些颤抖，但依然保持着尊重。阿杰的父亲终于看不下去了，老婆，你别这样，我怎么了？我说错了吗？林太太丝毫不让步，你们大陆女孩子都一个样，就是冲着台湾的房子和钱来的。我们台湾发展的好，生活水平高，工资待遇好，当然成了你们的目标。妈，阿杰拍桌而起，你根本就不了解小文，你知道吗？他在上海的工资比我还高，他家在上海市中心有2套房子，他根本不需要靠嫁人来提高生活水平。林太太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这个情况。再说了，阿杰继续道，现在大陆的发展速度你是不知道吗？上海的生活水平比台北只高不低，小文嫁给我，在物质条件上反而是下降的。哎呀，什么跟什么啊！林太太不服气地说，台湾怎么可能比不上大陆？我们台湾是宝岛，是民主社会，生活品质世界有名的好吗？你多久没去大陆了？阿杰反问，你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20年前吧？现在的上海、北京、深圳发展的有多快，你知道吗？林太太被噎住了，一时语塞。小文深吸一口气，平静地说，阿姨，我理解您的顾虑，两岸确实有很多不同，但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我爱阿杰不是因为他是台湾人，而是因为他这个人。如果您担心我图财，那大可不必。我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从没想过要靠结婚来提高生活水平。林太太不屑一顾，哼，说得好听，大陆女孩子不都是势利眼吗？只看重钱，不看重感情。阿杰实在忍无可忍，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重重地放在桌上。妈，你看清楚这是什么？照片上是一栋豪华的高层公寓，阳台视野开阔，能看到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这是小文在上海的家，陆家嘴核心区，1平米价值10万人民币。他家的房子价值超过5000万人民币，折合台币2亿多，比我们家的房子值钱多了。他根本不需要图我们家什么。林太太拿起照片，一脸难以置信。阿杰的父亲也凑过来看，表情同样震惊。小文的父母都是高知识分子，家教严格，他从小学习优秀，靠自己的能力在大公司做到管理层，年薪7位数。他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志同道合，而不是因为我是台湾人或者家里有钱。阿杰激动地说。而且，阿杰继续道，小文为了跟我在一起，愿意放弃上海的高薪工作，来台北重新开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爱，你们能明白吗？全家人陷入了沉默。林太太的表情复杂，既有震惊，又有些难堪。林先生清了清喉咙，打破沉默。小文，对不起，我们不该用刻板印象来评判你。小文微微摇头，没关系，叔叔，我理解长辈们的担忧，两岸确实存在一些误解，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动慢慢消除这些误解。可是林太太还想说什么，但被阿杰打断。妈，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吗？
因为我遇到的台湾女孩不是太过传统，就是太过现代。传统的只想做家庭主妇，没有自己的思想；现代的又过于独立，不愿意为家庭付出。只有小文，她既有独立的思想和事业心，又懂得家庭的重要性。这样的女孩在哪里都是稀缺的。林太太看着照片，眼神中的轻蔑渐渐被困惑取代。她一直以为大陆还是那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大陆姑娘都是想方设法嫁到台湾来改变命运。没想到现实给了她当头一棒。我不知道现在的上海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林太太喃喃自语。阿杰叹了口气，妈，你对大陆的认识还停留在20年前。现在的大陆一线城市，无论是基础建设还是生活水平，都不比台北差。小文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取得今天的成就，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不是投机取巧。小文轻轻握住阿杰的手，示意他冷静下来。阿姨，我理解您的心情。如果我女儿将来要嫁到一个您不太了解的地方，我也会担心的。两岸确实有很多不同，但我相信爱情和家庭的本质是相通的。我爱阿杰，愿意为了他放弃在上海的一切，来台北重新开始。不是因为台北有多好，而是因为有阿杰在这里。小文的真诚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就连一直态度强硬的林太太也沉默了下来。林先生轻咳一声，打破沉默。小文，你能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小文微笑着讲述了他们在上海的相遇和相知过程。阿杰在旁边不时补充细节，两人时不时相视而笑，眼神中充满了爱意。听完两人的故事，林先生点点头，缘分这东西真的很奇妙啊，看得出来你们是真心相爱的。可是林太太还是有些犹豫，两岸的文化差异这么大，你们以后生活在一起，会不会有很多摩擦啊？妈，文化差异是肯定有的，但这不是问题。阿杰耐心解释，就算都是台湾人，家庭背景不同，也会有差异啊。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我和小文在一起1年多了，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这才是最重要的。小文也说道，阿姨，我在来台湾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了解台湾的文化和生活习惯。我知道台湾人重视礼节，注重生活品质，喜欢慢节奏的生活，这些我都很欣赏，也愿意去适应。林太太听了这话，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你真的愿意来台湾生活吗？不会不习惯吗？一开始可能会有些不适应，但为了爱情，这些都不算什么。小文真诚地说，再说了，台湾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环保意识、人文关怀、生活态度等等，这些都是我向往的。林太太似乎被小文的诚意打动了，但还是忍不住说，可是现在两岸关系这么复杂，你们以后要是有了孩子，国籍怎么办？教育怎么安排？这些都是大问题啊。阿杰耐心地解释，妈，这些问题我们都考虑过了。孩子的国籍可以选择，教育方面我们会选最适合孩子的方式。两岸虽然有差异，但也有很多共通之处，我们会取长补短，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林先生这时候插话道，老婆，你别太担心了，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再说了，时代不同了，两岸的交流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已经没有那么强的隔阂了。可是他们以后要在哪里定居呢？林太太又问，我可不想儿子离我太远，将来有了孙子孙女，我都见不着妈，这个您不用担心。阿杰说，我和小文商量过了，我们会在台北定居，我的工作在这里，小文也已经联系好了台北的一家公司，准备来这边发展。真的吗？林太太有些意外，转向小文，你愿意放弃上海的工作，那边不是待遇更好吗？小文微笑着回答，是啊，但阿杰的家人都在台北，我们觉得应该照顾长辈的感受，而且台北也是个很好的城市，生活节奏不像上海那么快，更适合组建家庭。林太太听了这话，神情明显松动了。你真的这么想？当然了，小文认真地说，在我看来，家人永远比事业重要。阿杰是独子，将来肯定要照顾你们。我既然选择了他，就是选择了他的整个家庭。听到这里，林太太的眼圈有些泛红。多年来，她一直担心儿子娶了外地人，特别是大陆姑娘后，会离自己越来越远。没想到小文如此明事理，还主动提出要照顾长辈。那你父母怎么办？他们不会反对吗？
林太太又问。小文笑了笑，我父母很开明的，他们的观点是女儿的幸福最重要，只要我过得好，他们就放心。而且现在交通这么便利，他们可以经常来台湾看我，我们也可以回上海看他们。你父母对阿杰有什么看法？林太太好奇地问。他们很喜欢阿杰，小文笑着说，特别是我爸，两个人一见如故。阿杰去年过年去我家，我爸差点把家里的好酒都拿出来了，两人聊到半夜。阿杰也笑着补充，小文爸爸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我们聊得很投机，他对台湾的历史和文化很了解，比我知道的还多。是啊，小文解释道，我爸年轻时候在台湾待过一段时间，对台湾很有感情。他一直希望我能找个像阿杰这样有责任心、尊重女性的男生。林太太听了这话，若有所思。她转向儿子，阿杰，你真的想好了吗？跨文化的婚姻不容易，你们将来可能会面临很多挑战。妈，我想得很清楚。阿杰坚定地说，小文就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我们已经经历了1年多的异地恋，彼此了解很深，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一起面对。林先生这时拍了拍妻子的肩膀，老婆，孩子们都这么认真了，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再说了，小文给我的印象很好，懂事又有礼貌，比那些娇生惯养的女孩子强多了。林太太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轻叹一声，也许是我太固执了。她看向小文，小文，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小文连忙摇头，阿姨，您别这么说，您只是关心阿杰，这很正常。我承认，我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林太太坦诚地说，现在的年轻人见识比我们广多了，我应该多听听你们的想法。这一刻，紧张的气氛终于完全消散了。林太太甚至主动起身去厨房，你们聊，我去准备晚餐。小文，你有什么不吃的吗？没有的，阿姨，我不挑食。小文礼貌地回答。要不要我帮忙？小文起身问道。林太太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好啊，一起来吧。在厨房里，林太太和小文边做菜边聊天，起初还有些生疏，但很快就熟络起来。林太太发现，小文不仅厨艺很好，还对台湾的小吃和传统菜肴了如指掌。你怎么对台湾菜这么了解啊？林太太惊讶地问。小文笑着回答，我大学时候的室友是台湾人，我们经常一起做饭，他教了我很多台湾菜的做法，而且我很喜欢台湾综艺和美食节目，学了不少。哎呀，没想到你这么用心，林太太感叹道，难怪阿杰这么喜欢你。晚餐时，气氛和谐了许多，他们聊了很多话题，从两岸的生活习惯到未来的计划。林太太惊讶地发现，小文对台湾的了解远比她想象的要多，对两岸的差异也有很清醒的认识。其实两岸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小文说道，比如重视家庭、尊老爱幼、讲究人情世故，当然也有不同，比如生活节奏、社交方式等等。但我觉得这些差异恰恰是我们互相学习的地方。林先生赞同的点点头，说得好。差异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包容和理解。饭后，林太太把小文单独叫到阳台上，阿杰有些担心，但小文向他使了个眼色，示意没关系。在阳台上，林太太直视着小文的眼睛，小文，我想知道你真的爱阿杰吗？阿姨，我很爱他。小文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因为他是台湾人，不是因为他家境好，而是因为他这个人。他尊重我，支持我的梦想，对我的家人也很好。这样的人在哪里都是难得的。林太太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叹了口气。我知道了，老实说，我之前是有偏见的。我一直以为大陆女孩子都很现实，来台湾就是为了更好的物质条件。没想到我错了。阿姨，我理解您。小文温和地说，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人，不能一概而论。就像台湾也有好人坏人，大陆也是一样的。重要的是看这个人本身，而不是他来自哪里。林太太点点头，你说的对，看来是我太狭隘了。她顿了顿，小文，阿杰是我唯一的儿子，我把他养大不容易，我只希望他能幸福。如果你真心爱他，我不会反对你们在一起。谢谢阿姨的理解，小文真诚地说，我保证会好好对阿杰，也会尊重您和叔叔。我知道跨文化婚姻有挑战，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相互理解、包容，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
林太太微微一笑，伸手拍了拍小文的肩膀，好孩子，我相信你，来，我们回去吧，别让他们担心。当林太太和小文一起回到客厅时，阿杰和父亲都松了一口气。看到母亲脸上的笑容，阿杰知道事情有了转机。妈，你们聊得怎么样？阿杰小心翼翼地问。林太太看了看小文，又看了看儿子，我决定尊重你们的选择，如果你们真心相爱，我不会阻拦。阿杰激动地抱住母亲，谢谢妈。不过，林太太补充道，结婚的事情不能太仓促。你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确认彼此真的合适，再谈婚论嫁也不迟。没问题，妈，阿杰高兴地说，我们也没打算马上结婚，还需要时间准备。小文，林太太转向小文，你什么时候正式来台北工作？下个月，小文回答，公司那边已经安排好了。那你来了以后，先住我们家吧，林太太主动提议，这样你也好适应台北的生活，我也能多教你一些台湾的习俗和菜谱。小文惊讶地睁大眼睛，这太麻烦您了，有什么麻烦的？林太太摆摆手，我退休了，正好有时间，而且我看你挺会做菜的，也可以教教我上海菜怎么做。太好了，小文高兴地说，谢谢阿姨。就这样，小文和阿杰的爱情得到了林太太的祝福。虽然一开始充满了误解和偏见，但通过真诚的沟通和理解，他们最终跨越了两岸的鸿沟。1年后，小文和阿杰举行了婚礼，婚礼上，两边的亲友欢聚一堂，其乐融融。令人意外的是，林太太和小文的母亲竟然成了好朋友，两人经常视频聊天，交流两岸的新闻和家常菜做法。婚后，小文很快适应了台北的生活，他在公司表现出色，和同事相处融洽。业余时间，他经常和林太太一起逛市场、做菜，有时还会带林太太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妈，这家店的小笼包很有名，据说是上海师傅开的，我们去尝尝吧。小文亲切地挽着林太太的手臂。好啊，我很想尝尝正宗的上海小笼包。林太太笑着回答。看着儿媳妇和母亲如此和睦，阿杰心里满是感动。他曾经担心两人会因为文化差异而难以相处，没想到他们反而因为彼此的不同而更加亲近。林太太也经常感叹，小文真是个好孩子，比很多台湾女孩子还懂事。我以前真是太偏见了。2年后，小文和阿杰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林太太欣喜若狂，整天围着孙女转。小文的父母也经常来台北探望，两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其实啊，林太太有一次感慨地对邻居说，两岸的年轻人能走到一起是件好事，这说明隔阂正在慢慢消除。虽然还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但只要真心相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小文和阿杰的故事只是两岸婚恋中的一个缩影。随着交流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超越了政治和历史的隔阂，选择跟随自己的心走到一起。他们面临的挑战或许比普通情侣更多，但他们的爱情也因此更加坚韧和珍贵。作为一名相亲红娘，我见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有的充满波折，有的一帆风顺，但无论如何，爱情的力量总是能跨越一切障碍。正如小文所说，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来自哪里，而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希望这个故事能给你一些启发。在寻找爱情的路上，请别被偏见和刻板印象所束缚。真正的爱情是没有国界、没有区域之分的。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丽姐，下次再见。